每个星期天，三界各户都紧闭门窗，只因三界的小魔王放学了，不仅揪断龙王的胡须，还坐在天地头上窝巴巴，更是将冥界的生死不当涂鸦。终于，众仙趁他抱着奶瓶吧唧吧唧喝奶时，从背后将其踹下人间体验生活。没想到短短数日，小唐宝就体验到了人间的疾苦，知道小钱钱的重要性，抱着首富的大腿，请求将其打包带回家。可莫寒婷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小孩子，讨厌孩子又哭又闹，男孩不听话揍上几顿就好了，可是女儿不听话该怎么办？莫寒婷低头看着小奶团小糖糖，迈着小短腿哼哧哼哧的跑到了他的跟前，用胖嘟嘟的小手抓住了他的裤管，可怜兮兮的看着自己。爸爸，你是来接糖糖回家的吗？糯糯的声音响起，听得人骨头都酥了。莫寒婷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薄唇抿成一条直线，小奶团仰着脑袋，眼巴巴的看着他。莫寒婷看着小奶团雾蒙蒙的眸子，心脏竟是没由来的抽疼了一下，可下一秒他又恢复了平日里冷酷的表情。谁允许你叫我爸爸的？莫寒婷冷着脸，声音冰冷，像是一块千年的寒冰。小奶团眨眨眼睛，眼泪刷刷的流了下来。放手！莫寒婷冷冷的说了2个字，就要伸手将小奶团推开，谁知道糖糖死死的攥着他的裤管不松手，可怜兮兮的开口：爸爸，你别丢下糖糖，糖糖会乖乖听话的。莫寒婷看着脚边这个看起来还没他膝盖高的小东西，心底涌现出一丝异样。他伸出右手勾起小糖糖的下巴，声音冷漠疏离：我最讨厌别人碰我。小糖糖被他捏住了下巴，顿时委屈的扁嘴：糖糖不碰爸爸，爸爸别丢下糖糖。小糖糖眼泪哗啦啦的掉，可他倔强的嘟着粉嫩嫩的小嘴，不肯发出声音。一旁的南玉看着这一幕，恨不得把这小奶团带回家养，可惜他不敢。莫寒婷是出了名的狠辣，杀了不少人。莫寒婷的脸更沉了几分，看向南玉，语气冰冷：带他走，扔到大山里。南玉的内心挣扎了半晌，最终还是点点头，一把抱起糖糖就往后面的车走去。小糖糖也不敢闹腾了，月饼饼骗他了。月饼饼是守护小糖糖的半生系统，大反派不愧是大反派，气死我了！小糖糖不要怕，等他把你丢了，月饼饼我就带你浪迹天涯。南云正欲拉开车门带人走的时候，莫寒婷的声音再次响起：站住！你要带他去哪？莫寒婷看着南玉，好像在看一个心怀不轨的坏蛋一样。爷，您放心，我们会把他扔到大山里的。南玉不由打了个寒战：我让你带他回家。莫寒婷冷漠道。南云心里无语，这么凶，不是你让把小奶团扔进大山里的吗？这小奶团也不知道是做什么孽才会遇上这么一个爸爸。莫寒婷率先上了车，南玉小心翼翼地将一脸懵逼的小奶团放到他的身边。爸爸，你不丢糖糖了吗？小糖糖怯生生地问道，一双明亮的眼睛盯着莫寒婷，满是希冀。一看莫寒婷不理他，立马委屈的眼眶通红。莫寒婷装着冷脸不说话。小糖糖见他不说话，以为爸爸真的生气了，一张精致白皙的小脸流泪，那模样真是惹人怜爱极了。别哭了。莫寒婷终究是没绷住，皱眉看着小奶娃，冷声道：坐好。呜呜。小糖糖一听到莫寒婷这么凶的声音，立马哇的一声大哭起来。莫寒婷无奈，只好抱住他，让他坐在自己的大腿上。小奶团看起来胖乎乎的，像是一团棉花，香香软软的，让他的心里升腾起一股莫名的情绪。爸爸抱，糖糖不哭。小奶娃一边抽噎着一边说。莫寒婷的声音依旧很冷：我知道了，我抱着你，你乖乖闭嘴，不准哭。小糖糖果然闭嘴了，可眼泪啪嗒啪嗒掉个不停，一副可怜兮兮的小模样。他的眉头蹙得更紧了，又看似他不耐烦地瞥了他一眼，随即拿出胸前的丝巾，小心翼翼地擦干净他小脸上的眼泪和鼻涕。不准哭了，再哭就丢掉。莫寒婷的话音刚落，小糖糖不敢哭了，睁着一双泪眼汪汪的大眼睛望着他。一个车队驶入帝都一座庄园，这是帝都最奢侈高端的私家庄园，占地10几万平方米的庄园，还有一个私人飞机场。眼前的花园里种满了各式各样的价值不菲的绿植。爷，您回来了。林管家恭敬地站在门口迎接，去叫云晨。莫寒婷淡淡地应了一声，又吩咐道，随即抱着糖糖走进了别墅。莫寒婷直接坐电梯上了3楼，将怀里的小奶团小心翼翼地放在床上。小糖糖长时间没能好好休息，忽然放松下来，便沉沉地睡了过去。莫寒婷的视线落在红肿的眼睛上，心头微微一颤。这时门外走来一个男人，正是莫云晨，被莫寒婷拉扯长大弟弟，一头浓密乌黑的短发，戴着一副金丝眼镜。大哥。莫云晨在看到床上的小奶团时微微蹙眉，并未多言，给他做个全身检查。莫寒婷抬头望向自己的3弟，他的医术在国际医学界也是首屈一指，让他来给女儿检查自己才能放心。我知道了。莫云晨颔首，随即朝着床边走去，视线落在糖糖的身上，一张精致漂亮的小脸蛋上带着泪痕，可怜又可爱。呵，小玩具而已。他蹲在床边仔细地检查着小糖糖的状态，半晌之后他才缓缓开口，他的身体状况很差，应该是遭受了长期的虐待，但他的毅力很强，能坚持到现在才晕过去不容易。听到这句话，莫寒婷的脸色愈加阴沉，所以不是睡着了，而是晕过去了，尽快让他恢复健康。莫寒婷声音冷漠，我去给他配药。莫云晨起身离开。莫寒婷冷声说道，南玉，去查在孤儿院发生过什么事情，他倒是要看看是谁敢这么欺负他的女儿，将他变成半死不活就行。是，我立刻去办。南玉点了点头表示明白。半死不活，那就是断胳膊断腿，留一口气就行了。莫家老五莫玉衡被人称为黑暗之主，可见他的手段有多恐怖。月饼悄悄查询了一下好感度，莫寒婷的好感度一点点增加，他稍稍松了口气。在3个月前，那个女人将小糖糖送往孤儿院，临走前警告他，绝对不可以使用任何能力暴露自己的存在，若是外人知晓他的存在，轻则将小糖糖当成是怪物，重则是会利用糖糖危害世界。这3个月月饼也尽量在保全小糖糖，否则小糖糖早就在孤儿院院长手里死了几10次了。
有句话不是说虎毒不食子，虽然墨家七兄弟没一个好人，但都是个领域的霸主。这样一想，月饼又忍不住担忧，得想办法感化这些大佬呀，不然小堂堂未来堪忧啊。另一边，莫寒婷指挥着收拾一间儿童房，把我隔壁的4个房间打通装修一个儿童房出来，所有东西选用最好的最安全的材质，尽快完工，再画一栋小楼给小姐，先弄个室内游乐场。是，林管家恭敬的应道，心中吐槽300多平米的房间做儿童房，先前不是说扔山里去吗？莫寒婷揉了揉太阳穴，想到养个孩子真不容易啊，果然是麻烦，费钱费事还费大脑，还是丢了比较好。林管家恭敬的点头，然后退了下去，无奈的叹气，笑得一脸的褶子，这脸呀打得啪啪疼。莫寒婷坐到堂堂的身旁，看着他睡颜沉静的模样，唇角浮现一抹笑容，乖乖听话，不然爸爸把你丢进大山里。另一边，南宇已经把孤儿院院长丢去了莫玉衡所在的地下城。莫玉衡站在2楼，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躺在地上晕死过去的那一坨。大哥叫你来的。五爷。南玉微微颔首，莫爷说别弄死，半死不活就可以。莫玉衡眸光深邃，我不会让大哥失望的，惹了大哥，那只能算他的倒霉。就连他这个地下城之主嗜血阎罗都不招惹自家大哥，也不知道是谁这么有勇气。南宇点头，转身离开了地下城。深夜，小堂堂从梦中醒来，揉着惺忪的睡眼，他刚刚梦到被一个坏叔叔拿针扎屁股了，好痛啊！他是不是做噩梦了？小堂堂委屈巴拉的看着周围陌生的环境，饼饼，堂堂这是在巴巴家吗？小堂堂眨了眨水灵的眼睛，发出稚嫩的声音，是的，堂堂。巴巴怎么不在呢？小堂堂，你爸爸在书房，你可以去找他，饼饼带你去。好的。小堂堂趴在床沿，小手手揪着床单，哼哧哼哧的准备滑下去。这么高的床，掉下去小屁屁会摔成8瓣的。莫寒婷刚推开门，就看到堂堂正撅着小屁股努力向下爬，不由得皱眉。莫寒婷快步走到床边，伸手将堂堂抱在怀中，谁让你下床的？小堂堂闻言，小胖手紧紧攀附着巴巴的脖颈，小嘴巴一咧，笑得像朵花似的。巴巴，堂堂好想你哦。堂堂以为再也见不到巴巴了。忽然间，小堂堂哭得稀里哗啦。莫寒婷额际落下3条黑线，小宝宝都是说哭就哭的吗？莫寒婷看着怀中小丫头，泪汪汪的眼眶和红彤彤的鼻尖，顿时觉得脑袋一阵抽筋。她这到底造的什么孽，竟然会生出这么一个爱哭鬼？月饼也是忍不住叹气，那些个坏人欺负她打她的时候，她都没有掉过一滴泪，怎么遇到莫寒婷以后，小堂堂都变成了水堂堂？莫寒婷无奈极了，将她的小脑袋按到胸膛处，轻拍着她的背，别怕，没事了，爸爸在。堂堂不哭了。堂堂抬起小脑袋，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像是被雨水洗涤过一般。爸爸你真好。吧唧，小堂堂在巴巴的俊脸上狠狠亲了一口。莫寒婷愣住，谁允许这丫头亲她了？她伸手抚上被亲到的地方，心脏蓦然跳动的速度加快。有个女儿似乎也还不错。小堂堂羞答答的捂着小脸大，小孩子嘛，总是容易害羞的。咕咕，小肚子传来一声饥饿的抗议声。莫寒婷低头看向堂堂，饿了。小堂堂用力点头。巴巴果然好聪明，一猜就中，我带你吃东西。耶，巴巴万岁！小堂堂兴奋地蹦起来，在巴巴的脸颊又印下响亮的一吻。莫寒婷唇角无意识地勾起一抹浅笑，抱着小奶团下楼。小堂堂趴在巴巴宽厚结实的肩膀上，一路欣赏着巴巴完美到毫无瑕疵的侧颜。巴巴你真好看。莫寒婷嘴角的弧度又扩大了几分。两父女的对话被站在不远处的管家全部收入耳底。他默默擦汗，爷，你是否忘记要把小姐扔进山里了？莫寒婷抱着小堂堂直接去了餐厅，她把小堂堂放在她的腿上，偌大的餐桌上摆放着各色各样的糕点。哇！小堂堂看到这一幕，眼睛瞪得老大，她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多东西了。不一会儿，管家端着热腾腾的牛奶上来，小丫头一闻到味道就开始流口水了。莫寒婷接过奶瓶，先在手背上滴了一滴牛奶试试温度。别问她怎么会懂得这些，刚刚特意请教的育儿专家。小堂堂仰着肉乎乎的小脸，眼巴巴看着她，粉粉嫩嫩的唇瓣还挂着一颗晶莹剔透水珠。莫寒婷看着她期待的表情，薄唇微抿，将牛奶递到她手中，喝吧，不烫了。小堂堂立马抱着小奶瓶，咕噜咕噜喝了一大口，腮帮子鼓得圆圆的，眯着眼睛满足地舔了舔自己的唇瓣，好好喝呀，喜欢就好。莫寒婷看到小堂堂开心的模样，也不由得扬起了唇角，就一瓶普通牛奶就这么满足，小闺女还挺好养活的。管家看到这幅画面，不由得有些诧异，他们家的爷什么时候这么柔和了？莫寒婷看着小堂堂一边咬着奶嘴一边傻笑的模样，忽然觉得其实也挺好。莫寒婷突然觉得自己这辈子都没法离开他了。小堂堂拿着空空的小奶瓶，眼巴巴地看着莫寒婷，巴巴，堂堂可以再喝一瓶奶奶吗？堂堂已经3天没吃饭了。莫寒婷的心狠狠地抽疼起来，连忙吩咐道，再去给小姐泡一瓶牛奶。果然，那孤儿院院长就该千刀万剐。好的，爷。林管家连忙去了1楼的厨房给小堂堂泡牛奶。小堂堂吃完之后就趴在巴巴怀里打了个小哈欠，他小脑袋蹭了蹭莫寒婷的胸膛，嘟囔道，巴巴，堂堂好像小猪，吃饱饱就想睡觉了。莫寒婷低头吻了吻他的小脸颊，睡吧，爸爸在。没一会儿，小堂堂就已经发出均匀绵长的呼吸声。莫寒婷抱着小奶团回到自己的房间。清晨，莫寒婷睁开双眼，怀中的小人还没醒，她扶手在女儿光滑细腻的肌肤上印上一吻。小奶团感受到脸上痒痒的触碰，笑容荡开，露出可爱的小梨窝，不由得眨巴着眼睛。醒了。莫寒婷看到这副羞涩而又可爱的模样，莫寒婷的眼底溢出一抹温暖。巴巴，早上好呀。堂堂小声的开口说着，声音软软糯糯的，
听在耳朵里格外悦耳动听。莫寒婷的心底溢出一阵柔软。早上好，她弯腰在他的额头上印下一吻，动作温柔而又小心翼翼。她睁开惺忪的睡眼，看到爸爸正在亲她，小脸立马就红透了。羞羞，小家伙伸手捂住小脸，看着女儿害羞的模样，莫寒婷嘴角的笑意愈发明显。小傻瓜，莫寒婷将小奶团交给佣人，让他们带着她去洗漱。等她再次出现在餐厅时，餐桌上已经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食物。小糖糖一路走着，一路嗅着香味，眼睛盯着桌子上的各色食物，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莫寒婷轻轻捏了捏小奶团圆嘟嘟的小肉脸，好笑地问道：“想吃？”糖糖点点头。她昨晚睡前就闻见了食物的香味。莫寒婷给她夹了一块牛肉，她乖巧地张口吃掉。小糖糖的嘴巴鼓鼓囊囊的，小脸蛋因为刚刚的咀嚼还沾着油花。莫寒婷忍俊不禁，这样萌萌哒的小家伙简直萌化人了。糖糖被爸爸抱在怀里，自己则抱着大大的包子在啃，啃了半天，这包子也只是受了个皮外伤，莫名的觉得好笑。最后还喝了2瓶牛奶，这才下了餐桌。莫寒婷用完早餐后就去了公司，小糖糖在门口依依不舍。小姐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哭了？林管家看到小丫头的眼眶都湿润了，不由担忧地问道。听到林管家的话，小糖糖抽泣着开口道：“管家爷爷，糖糖想爸爸了。”小糖糖说完，便趴在林管家的身上呜咽起来。林管家看到小丫头哭得那么可怜，拍着小丫头的后背，柔声安慰道：“小姐乖，不哭不哭，莫爷结束工作就回来了。”听了林管家的话，小糖糖点了点头，目光很坚定。她认真地开口：“我要做爸爸的贴心小棉袄。”小姐真懂事。回到家里，小糖糖乖巧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莫谨言坐在轮椅上。刚刚回到家，推了推鼻梁上的无框眼镜，看着那肉乎乎的一小坨，这是大哥的女儿。小糖糖似乎也感受到了这道陌生的视线，扭头朝着莫谨言看去，然后对上他漆黑如夜的眼眸。他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打量着莫谨言，莫谨言也打量着眼前的小东西，小小年纪便有这样一副精明的模样，看来大哥的崽也不会是个小笨蛋了。小丫头看到莫谨言一直盯着他瞧，心里觉得很好奇饼饼有没有办法可以治疗二叔叔呀？有是有，他可能都不喜欢你，但糖糖确定要付出代价帮助他吗？他不喜欢糖糖，但也是我二叔叔呀。莫谨言与小糖糖大眼瞪瞎眼，心里不禁感慨，果然是大哥的崽，就连脾气也这么像。于是小糖糖从沙发上跳了下来，迈开小短腿跑到他面前，歪着脑袋问他：“叔叔，你是糖糖爸爸的二弟弟吗？”“可，我是你二叔叔。”莫谨言清了清嗓子，淡淡的开口：“小笨蛋还挺直白的。”小糖糖整理了一下小裙子，学着刚刚动画片里的小公主一样，小手提着蓬蓬裙，优雅的行了一个礼：“二叔叔你好呀，我是小糖糖。”他这番举止落入莫谨言的眼中，不由得挑了挑眉。现在的小奶娃都这样自来熟，大魔王的女儿怎么也得是个小魔王才对。这白嫩软萌的糯米团子，怎么看都觉得画风不太对。大哥确定没有做错亲子鉴定，他怎么会生出这么软萌的女儿？基因突变吗？小糖糖上前一步，小小的手抓着莫谨言的衣服，仰着白净粉嫩的小脸颊，笑眯眯地看着他。可惜莫家人都是冷漠无情的，才不会喜欢任何人。小丫头，离我远点！莫谨言伸手拨开她的肉爪子，语气淡漠。莫谨言的性格本就淡漠孤傲，不喜与人亲近。小糖糖并没有害怕他的态度，视线落在他的双腿上。二叔叔，你的腿会痛吗？糖糖可以帮你呼呼就不痛了。这一句话让莫谨言的额角滑下几根黑线，这熊孩子居然把他当成3岁小孩哄。他冷漠地开口道：“小丫头自己去看电视，我没空陪你玩。”只有莫谨言自己才知道，小奶团稚嫩软糯的声音直达莫谨言的心间，心脏忍不住颤了颤。若是任何人对他说出这句话，此刻人已经趴下被丢出去了。可对这个纯真的小奶团他狠不下心，他能看出小奶团流露的情感是真心的。小糖糖眼巴巴地看着他，刚刚嘟起小嘴凑过去，莫谨言就抬起来手抵着他圆润的额头，稍微一用力，小小的奶团子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小糖糖懵逼又无辜地看着莫谨言，自己从地上爬了起来，伸出软乎乎的小手揉了揉自己的屁股，好疼呀，屁屁都成8瓣了。小糖糖的眼圈瞬间红了起来，泪光闪闪，她却倔强的没让泪水流下来。月饼看到这一幕都要气炸了，亏他家糖糖还想着帮你治病，不识好人心。小糖糖呆萌地捂住自己的小屁屁，一脸委屈地看着莫谨言：“二叔叔，你是大人不能欺负小孩子。”莫谨言淡漠地瞥了一眼坐在地上的小奶球，离我远点！莫谨言耐心操纵轮椅离开了客厅，为了救治二叔，只好拿着保命的9阳还魂丹交给二叔。砰砰砰，书房的敲门声响起。正在忙碌的莫谨言有些不悦，他已经吩咐过谁也不许来打扰，整座庄园谁会如此不知趣？莫谨言打开门，微微垂眸，一眼就看到门外站着的小糖糖。小糖糖见到他的瞬间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闪烁着璀璨的光芒，他扬起小脑袋，奶声奶气的开口喊道：“二叔叔！”这一句二叔叔喊得甜丝丝的，莫谨言的心里确实有几分别扭，但表情仍旧平静如初。莫谨言抿紧了薄唇：“小丫头，别挑战我的耐心。”他不喜欢不听话的孩子，把他惹怒了，就算是大哥的崽，照样会提起来打屁屁。小糖糖伸出肉乎乎的小爪子，扯着莫谨言的裤脚：“我才不怕二叔叔呢！”随后连忙从兔子小包子拿出一颗药丸子，递送到莫谨言的跟前：“二叔叔吃了糖糖，身体会棒棒的。”莫谨言垂下眼睑，看着那颗散发着诱人香味的丸子，一时间竟然有点无法拒绝这个小奶包。“我不吃，别再来烦我了。”小糖糖的小脸顿时垮了下来，
拽着他的裤管就往上爬。那堂堂就一直缠着二叔叔不走了。莫谨言瞬间僵硬住，心里突然涌起一股烦躁之感，冷淡的吐出2个字：出去。堂堂不，堂堂就赖在二叔叔这里不走了。小堂堂一脸倔强，小爪子拽着他的衣服说什么都不肯放手，打定主意一定要让二叔把药吃下，不吃又怎么能恢复健康呢？莫谨言看着小奶包的模样，心底的怒火不断攀升。你要赖在这里，我就把你扔到大山里去。小堂堂扁着嘴巴，一脸可怜兮兮的看着他，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，小手紧紧攥着他的裤脚。二叔叔把药丸吃了，堂堂就走，不然堂堂就赖在二叔叔这里了。吃二叔叔的饭，睡二叔叔的床。小丫头的威胁让他一时间哑口无言。这丫头确定不是来碰瓷的吗？这么无赖！莫谨言被他这副楚楚可怜的小模样看得心中一阵揪痛，一只手轻抚着他的小脑袋，一手捏着那颗小药丸。好，我吃。莫谨言的语气缓和下来，算了，他都一把年纪，和一个小屁孩计较什么？二叔叔最好了。小堂堂将药丸塞在他的手中，笑嘻嘻地看着他。莫谨言盯着掌心中的丹药，看着这小小的丸子，我吃了，以后就不来打扰我。他对他的态度已经算好的了，若不是看在大哥的面子，他早就让人把这小屁孩丢出去了。他绝对不会说自己是因为不舍得才不对奏折小屁孩动手。小堂堂瘪着小嘴，他吸了吸鼻涕，小脸上写满了委屈。最终莫谨言还是败在了小堂堂这一招上，药丸吞了下去。现在你可以出去了。二叔叔最好了，最爱堂堂了。目的达到，小堂堂破涕而笑，从他身上滑下来，转身跑出了他的视线范围之内。二叔叔是大英雄，不该局限在这小小的轮椅上。小堂堂离开了房间，留下一脸阴郁的男子坐在门边。莫谨言盯着小丫头的背影，心里有些郁闷。果然，小孩子什么的最讨厌了，还好不是自己的崽。莫谨言关上房门，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，刚刚那丸子苦得他眼泪都快掉下来了，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忽然之间，一股恶心的感觉涌上心头，连忙又倒了倒杯水压压惊。小屁孩！莫谨言捏着杯子咬牙切齿，他真恨不能立刻冲进去，把这小丫头从自己面前丢下去，然后再也不要见到她。小堂堂回到房间，他坐在地毯拍了拍自己圆鼓鼓的小肚肚，刚刚那一幕真是吓死他了，没想到二叔叔竟然会那么凶。月饼无奈的叹气又叹气。莫谨言在几个兄弟中已经算温柔的了，莫谨言也是军人出身，立下赫赫战功，年纪轻轻就身处高位，那手段可见非凡。突然莫谨言脸色骤变，浑身冒着寒气，只觉得双腿处像是燃烧着一团烈焰。那孩子到底给他吃了什么？莫谨言的目光落在自己的双腿上，一瞬间他的额头渗出豆大的汗珠，墨黑色的瞳孔猛地瞪大，他的腿怎么可能会有知觉？几分钟后疼痛消失，莫谨言看着自己的双腿，心里有种隐隐约约的猜测。他尝试着动了动腿，下一秒莫谨言直接从轮椅上站了起来。这不可能，他的双腿好了。莫谨言忽然意识到什么，是小丫头给他的糖丸。原来小丫头不是无理取闹，他的糖丸居然真的能让他恢复健康。一时间愧疚感涌上心头。等他走进大哥的房间里，小堂堂已经躺在床上睡着了，手中还抱着一个粉色小兔子玩偶。他伸手抚摸上他的脸颊，他不该对他这么凶的，他的身体是他治好的，却反过来责备他。莫谨言在小堂堂的床沿坐下，伸出手指轻轻点了点他的脸颊，他的声音也跟着温柔了不少。小堂堂，谢谢你。南村，一个未经开发的小村庄，10辆黑色的迈巴赫一同驶入小村庄。从上面走下一位，身穿银灰色手工定制西服的年轻男人，身后还跟着一群助理和保镖。爷，这里就是南村。南玉恭敬道。南村环境清幽，风景秀丽，正是因为这里难得的环境景致，莫寒亭还想在这里给小堂堂建造一个度假胜地，所以这才抽出时间亲自来这个地方考察。项目经理已经接到总裁来的通知，颤抖着双腿跑过去，卑微的问候：总裁好。莫寒亭回以一记冷眸，吓得项目经理浑身顿抖起来。另一边，月饼焦急地开口道：堂堂别睡了，你爸爸出事了。小堂堂听着脑海里的提示音，睁开眼睛揉了揉惺忪的睡眼。饼饼，你刚刚在说什么？我爸爸怎么了？你爸爸去南村考察项目，会被人重伤。饼饼，快带堂堂去救爸爸。小堂堂的小脑袋一下子清明起来，从床上跳了下去。好，我马上把你传送过去。下一秒，小堂堂就出现在距离家几百公里外的南村。远处传来一阵喧闹声，小堂堂的心砰砰直跳，他爸爸会不会死掉呢？南村民风彪悍，还一致排外，将莫寒亭等人当作是入侵者。无论你们是谁，赶紧滚出我们南村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。南村村长的儿子手持钢管挡在他们的面前，村长的脸上带着一丝怒意。小伙子，我知道你们有钱，但也不能随便乱闯我们的领地吧。其余人也是一脸凶狠的表情，手中拿着铁锹，一脸愤恨地瞪向莫寒亭等人。村长的儿子说完，挥舞着钢管冲向莫寒亭，一众保镖也举枪抵住他们，双方剑拔弩张。莫寒亭冷笑了一声，他没打算对付这些愚蠢的村民，但也不会让他们对自己作恶。莫寒亭一个冷眼扫向村长的儿子，一股强大的威严顿时朝着他袭来。村长的儿子只感觉自己的骨头都要断裂般。莫寒亭冷酷的目光扫向他们，开发南村是为了大力发展乡村文化旅游，提高整个村子的经济收益。村长义正言辞地说道，他的话掷地有声。南村是我们的风水宝地，我不允许你们这些外来人来搞破坏。村长的脸上露出狰狞的神色，他手中的钢管一挥，就和保镖动起手来。爸爸小心，有杀手！小堂堂忽然大喊一声，声音里透露着浓浓的焦虑和害怕。一枚子弹穿过空气，射向莫寒亭。等他发现的时候，子弹近在咫尺，他也没有躲开的机会。
就在这时，小糖糖身影一闪，凭空出现在莫寒婷的怀里，顺势抬起小手接住了这枚子弹。爸爸小心，坏人在那边！举起小手朝坏人的方向指去。莫寒婷的脸色一变，反应过来，迅速将小糖糖护在怀里，警惕地看向四周。你怎么来了？爸爸，你没事吧？小糖糖担忧地问道。爷，你没事吧？南玉自然注意到那惊恐的一幕，连忙跑了过来。保镖在第一时间已经去抓人了。莫寒婷摇摇头，脸上闪烁着冷峻的神色。先离开。莫寒婷抱着小糖糖先坐上了车。有没有伤到？莫寒婷关心地问道，目光落在小糖糖身上，上下打量着，脑海里回想着刚才发生的那一幕。爸爸，糖糖没事，子弹糖糖接住了。小糖糖甜甜一笑，张开手心，里面躺着冰冷的子弹。莫寒婷的心中一阵后怕，你是白痴吗？谁让你给我接的子弹？你知不知道有多危险？可是糖糖要保护爸爸。小糖糖撅着小嘴说道，她的眸光一片坚定。莫寒婷的唇角微微抽搐了几下，她的眸光落在小糖糖的脸上。我不需要不听话的女儿。小糖糖的眼睛泛红，委屈地说道。糖糖没有不听话。莫寒婷看着眼前这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心中一疼，将她抱入了怀中，心情复杂，轻轻叹息着，以后不要再做这么危险的事情，爸爸会担心的，知道吗？小糖糖委屈地保证着。糖糖知错了，糖糖以后不会再做危险的事情。爸爸好凶。莫寒婷温柔地摸着她的头发，声音温柔，爸爸不是故意凶你的，只是你太任性了。糖糖最乖了，爸爸最喜欢糖糖了，糖糖最乖了。小糖糖听话地重复道。莫寒婷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她真拿这个小丫头没办法，不过看着这样的她竟然觉得心里暖暖的。看见这一幕，坐在前排的南玉也忍不住泪流满面。这父女俩的互动真暖心啊，让人忍不住羡慕。此刻，墨月庄园中，保卫处负责人林泽匆忙来向莫景言汇报：二爷，墨月庄园都找遍了，都没有找到小姐的下落，监控也未曾发现任何可疑之处。莫景言脸庞阴沉的可怕，双手不断捏紧成拳。查，继续给我查！这么多人还看不好一个小姐，你们都是吃白饭的吗？林泽闻声冷汗直流，却依旧硬着头皮应道：是，我们马上就去。这是他们第一次见莫景言发火。说完转身朝别墅内走去，他拿起桌边的烟盒，抽出一支点燃。如果小糖糖出什么事，他又该怎么同大哥交代？这是怎么了？这么热闹？莫云晨穿过花园走进别墅内，懒洋洋地坐在沙发上，似乎想知道是什么人，居然惹得莫景言如此动怒。莫景言收敛情绪，抬起头来望着眼前的弟弟。大哥的女儿在庄园失踪了，一个小丫头失踪了就失踪了，也就大哥拿一个小丫头当宝贝。莫云晨神色慵懒，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，在他看来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罢了。听到莫云晨漫不经心的话，莫格言的瞳孔骤缩，周围的空气瞬间凝固住。云晨，她也是你唯一的侄女。他咬牙切齿地提醒她，声音低沉哑。是吗？莫云晨挑眉反问，一脸不以为然。二爷，管家从楼上走来，房间里并未发现任何可疑足迹和指纹。我知道了，我会给大哥打电话说清楚这件事情。莫景言垂手，掩盖住眸底的担忧，语气坚决道：他必须要尽快找到小糖糖。莫景言站了起来，拿过手机，准备去给大哥打电话交代这件事情，已经做好准备接受大哥的雷霆之怒。噗！莫云晨一口咖啡直接喷了出来。二哥，你的腿能走了？他淡淡应了一声。小糖糖帮我治好了？怎么可能？莫云晨大惊失色。莫景言的腿已经瘫痪5年了，再无治愈的可能。即便他站在医疗界的顶端，也没办法让自家二哥重新下地行走。莫景言并没有说话，而是给莫寒婷拨通了电话。大哥，对不起，小糖糖1个小时前在庄园失踪了。莫格言声音低沉带着焦灼。莫寒婷微微蹙眉，看着怀里还吐着口水泡泡的小糖糖，不用找了，小糖糖在我这里。大哥，你确定？确定。莫寒婷的话无异于给莫景言吃下一颗定心丸。既然这样，我就先挂了。大哥拜拜。莫景言得知小糖糖安全，总算是松了口气。莫寒婷低头望着怀里睡得香甜的小女娃，眉头紧蹙。1个小时以前失踪，南村距离几百公里。小奶团身上的秘密还不少啊！莫寒婷宠溺地点了点小糖糖的鼻子，放心，爸爸会保护好小糖糖的小秘密。另一边，莫云晨凑过来询问，双眼紧盯着面前的男人：二哥，你的腿到底是怎么好的？他仔细给莫景言检查了一遍大腿，实在是不敢相信，有违天理。莫格言淡淡瞥他一眼，小糖糖给我吃了1颗药丸就好了。莫云晨闻言不由得瞪大眼睛：二哥，你别告诉我，那小屁孩就靠1粒药丸就治好你的腿，信不信随你。莫景言淡淡扫他一眼，不想跟他纠缠这个问题。莫云晨还是不放心，又再一次给莫景言检查了一遍，结果就是震碎了他作为天才医生的骄傲，直接给莫景言抽了1管血，去了5楼的实验室进行化验。他还真的就不相信了。莫寒婷并没有直接回家，而是订了一家餐厅。餐厅经理听到消息，已经带着主厨在门口等候了。南玉下车打开车门，莫寒婷下了车，轻唤小糖糖一声：糖糖，我们去吃饭了。餐厅经理等人都看呆了眼，这位可是帝都出了名的冷阎王，谁能想到他竟然也有这么温柔的一面。小糖糖察觉到众多的视线，小脸蛋微红，整个人缩进他怀里。进入餐厅以后，莫寒婷直接抱着小糖糖往最里面的包厢走去。小糖糖的视线一下子被落地窗外的小喷泉给吸引。哇巴巴，那边好漂亮哦，是什么东西啊？莫寒婷顺着他指着的方向望去，那是喷泉。小糖糖要过去看看吗？要过去看。莫寒婷抱着小糖糖走到落地窗，便将它放到自己就在就近的位置坐下。不去包厢了，就在这里。好的，莫总。小糖糖趴在落地窗前的玻璃上，2只胖乎乎的小手撑在玻璃上，乌黑的大眼睛紧盯着外面的小喷泉。莫寒婷见状，嘴角勾起了一抹弧度，原本沉闷压抑的心情顿时好了几分。莫寒婷则是拿出手机下达命令，在墨月庄园建几个喷泉，造型要精美漂亮，
要符合现在小女孩的爱好。好的 boss， 您放心，一定办妥。吩咐完以后，莫寒婷将手机扔到桌上，喝着红酒。很快南玉就拿着一瓶热乎乎的奶走了过来。爷，牛奶好了。隔老远小糖糖就闻到牛奶的香味了，馋的口水都快要掉下来了。他用力嗅了一下小鼻子，好香呀。谢谢南玉叔叔。小糖糖仰着小脑袋，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妖南玉。南玉想要捏了捏他那粉嘟嘟的小脸蛋，可他也只敢想想而已。小姐太客气了。小家伙迫不及待的抱着奶瓶咕噜咕噜的喝着奶，喝完之后还舔了舔唇瓣，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。晚餐很快上齐了，小糖糖看着眼前的各式各样的菜肴，眼中泛着光芒。莫寒婷添了小半碗双米虾仁粥，拿起小勺子吹冷了喂到小家伙的嘴边。小糖糖立即乖巧地张开嘴吞下，腮帮子鼓鼓的像小松鼠一样。莫寒婷的目光越来越柔和，还好他们家宝宝吃饭很是乖巧，不吵也不闹，胃口也特别好。小糖糖吃饱了，就又继续趴在落地窗前看小喷泉。莫寒婷这才开始享用自己的晚餐。忽然，小糖糖感觉脑袋一疼，回过头去，一个熊孩子揪着她小揪揪上的蓝色小绒球，你脑袋上还有2个小球球，还挺好玩的。小糖糖皱紧小眉毛盯着熊孩子，你谁啊？男生不能揪女生的小揪揪，这是很没礼貌的行为。李浩浩不屑地翻白眼，又摸着糖糖的小胖脸，这种手感实在是太好了，他忍不住掐了一下。小糖糖疼得不行，瞬间炸毛，抡起小粉拳朝着他砸去，一拳把他揍成了熊猫眼。李浩浩痛呼一声，捂着自己的眼睛，气急败坏道：死丫头！李浩浩一脚踢向小糖糖，小糖糖躲避不及，一屁股坐到了地板上。小糖糖气鼓鼓地站了起来，抡起一拳砸在他的鼻梁骨上。大坏蛋，欺负糖糖，糖糖揍你没商量。李浩浩捂着鼻子往后退，一脸惊恐地看着小家伙，这丫头力气怎么这么大？小糖糖扬起脖子，骄傲无比地说：本糖糖打得你变猪头。浩浩怎么哭了？李夫人听到声音走过来，刚好看到自家宝贝捂着鼻子蹲在地上嚎大哭，心疼极了，赶忙跑上前扶着他。经过他的一顿添油加醋，李夫人一脸愤怒：好，妈咪知道，妈咪帮你教训这个丑丫头。怒目而视地看着小糖糖，哪里来的野孩子，竟敢欺负我儿子！小糖糖昂着头，骄傲地看着李夫人，他才没欺负人脸，是他揪他的小揪揪，还揪他脸。李夫人一步步逼近小糖糖，看来你还不懂事，今天就让我替你父母教育教育你。说罢，他撸起袖子就想给小糖糖一耳光。就在这时，刚从洗手间出来的莫寒婷迅速跑过来，一把擒住李夫人的手腕。谁给你的胆子欺负我女儿？他低沉冰冷的声音透着威严和震慑力，让原本气张跋扈的李夫人吓得浑身一抖。小糖糖瘪瘪小嘴，一副受了极大的委屈的样子，巴巴呜呜糖糖痛痛，他就糖糖连连。莫寒婷心疼不已地安慰着他，爸爸在呢，别哭，爸爸帮你揍他。莫寒婷愤恨地盯着躺在地上的李夫人，竟然敢惹我的女儿，带走，一人200个巴掌，扔山沟里喂狼。临走前还说了句李安集团，他记住了。莫寒婷抱着小糖糖，轻柔地擦拭她眼角晶莹剔透的泪水，温柔地说道：不怕，爸爸帮你教训他了，以后他再也不能欺负你了。小糖糖搂着他的脖子，窝进爬巴宽厚温暖的怀里，小脑袋蹭着巴巴的脖梗。可是糖糖也动手打人了，糖糖是不是坏孩子？小糖糖嘟着小嘴，仰着脑袋，他眨着大眼睛，满含期待地看着爸爸。当然不是，爸爸最喜欢你了。糖糖记住，谁敢欺负你就打回去，有爸爸给糖糖撑腰，别怕。小糖糖听完高兴极了，他搂着莫寒婷的脖子，狠狠地亲了一口他俊朗帅气的脸庞，咯咯地笑了起来。嘻嘻，谢谢爸爸，爸爸对糖糖最好了。莫寒婷宠溺地看着他的女儿太可爱了，他越看越觉得爱不释手。莫寒婷抱着小奶团回到墨月庄园，小糖糖一看到沙发上坐着的莫景言，就从爸爸身上滑了下来，哼哧地跑到莫景言的面前。二叔叔，你的腿好了吗？小糖糖蹲在莫景言旁边，伸出肉乎乎的小爪子抚摸着莫景言的腿，担忧地问。莫景言看到忽然出现的小奶团子，伸手抚摸着他毛茸茸的小脑袋瓜，谢谢糖糖给二叔叔的药，二叔叔已经恢复健康了。说完站了起来，在小糖糖面前走了2步。小糖糖睁大乌黑溜圆的眼眸，嗨皮地拍着手。二叔叔太好了，糖糖就说吃了药能好吧？莫景言伸出手指刮了刮他挺翘的小穷鼻，没骗二叔叔，糖糖很棒。小糖糖得意洋洋地抬起小脑袋看着莫景言。莫寒婷看着这一幕微微蹙眉，为什么每当她看到糖糖跟莫景言亲昵的画面，心里酸溜溜的？她的小公主啊，怎么跟别的男人那么亲近呢？大哥，你不好奇我的腿怎么就好了吗？莫景言收敛了笑容，看向莫寒婷，他的话犹如晴天霹雳般炸响。莫寒婷呆愣住了，看向小糖糖，糖糖，你治好的，二叔叔吃了糖糖的药丸子就好了。小糖糖歪着小脑袋看着莫寒婷，笑嘻嘻地说。莫寒婷看着莫云晨的眼神变幻莫测，原本冷硬的轮廓慢慢融化，嘴角勾勒出弧度。她的宝贝女儿果然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宝贝。莫寒婷弯腰把小糖糖抱了起来，低沉磁性的嗓音在空荡荡的客厅响起，爸爸要讲。丽糖糖，糖糖想要什么礼物？糖糖什么也不要，就想要爸爸。小糖糖摇晃着脑袋，糯糯的声音在客厅飘荡。莫寒婷失笑，捏了捏她的小脸蛋。